香蕉蛋糕在后面。那因为怕大家中午会吃不下中饭，所以我们没有，就是让大家自己自动。如果说早上没有吃饱，或是待会中午还不到，反正就是就在后面，大家可以自行取用。谢谢。然后昨天有一些就是伙伴又有给了一些建议。那有一些，首先这个是大概学员们，就是一般学生来，或是一般的任何的观众进来，我们会给他这4样东西，然后可以告诉他有章，还有留言本。然后抱歉，广达手册是给小朋友的，因为我发现我大概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这3样是一般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包括学习单、那个抽奖单。这广达手册是不确定现在会不会来的人很多，如果其实人没有那么的多，我们手册剩下来的，到时候没多久就是到时候可能就在告诉大家，只要任何进来的，我们都可以给他一本手册。接下来继续老师，妈妈要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说先回答大家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重点好了。我刚刚有一本，这个被你藏到哪里去了？被你压到下面，你干嘛自己压到下面搞笑？我们待会要找的这个演讲者呢，他就是之前用了满将近200页，然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做刘其伟他的研究。那我今天就有跟思婷讲说，他其实是一个，虽然很多人是研究刘老的，但是在关于刘老他本身，他到底有哪一些画作或者是文章跟生态保育有关的这一部分的研究，其实就是赵老师他最清楚的。所以呢，我们想说，虽然这次的画作不是主题，不是以保育为主，可是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刘老师他关于动物和保育这方面的画，那也会放一些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是特别请赵老师来，然后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谢谢。各位伙伴，大家好。早安。有点紧张，面对小朋友都不会，可是来到这里都会觉得好像感觉又来经历一次那种论文口试之前那一种心理状态。我今天的角色其实就是以一个就是收集了刘老的资料，然后帮大家阅读了这一份资料之后所整理出来的东西这样子。然后这一幅图，想必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这个是柏木的呼声，然后不知道说大家对他的故事有没有清楚？他其实在讲说乡下一个很穷苦的那个人家，然后那个祖母没有钱买米果种，然后因为小孙子吵着要吃，所以说那个祖母就是用泥土做了一个假装来哄小孙子开心，然后没想到小孙子把它吃下去之后就死了。那老祖母很伤心，日夜的哭泣。后来呢，小孙子呢就化成一只鸟，然后每天黄昏的时候呢，就会飞到他家门前去喊“婆哟，婆哟”。他其实意思就是要他那个老奶奶不要再悲伤了这样。好，这张是那个刘老在画画的那个在画室画图的模样，你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专心。那刘老其实有讲过，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就只有一点，他很专心。所以他可以专心做事情的时候，别人可能跟他讲话什么，他可能会迟了一阵子之后，他才会回头说哦，你刚刚讲什么？所以他觉得专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今天可以成功的因素之一。那这里面呢，出现了很多角色，就是刘老在这个90几岁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呢，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那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多样性。
那郑惠美老师有曾经说哈，他每一个非专业啊都玩出了专业，而且每一个专业之间还环环相扣，互相增长。那这个在我们之后会再特别说明说，他其实从比如说人类学家，进入生态保育家，并不是他特意的，而是因为他可能在接触了人类学的这个部分呢，他发现到了一些栖地被破坏的事情，然后更加深了他走入生态保育这一块。好，所以说环环相扣、互相滋长的原因这边。像这一张图呢，是指自然绿是没有石碑的，这张图的那个画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他人生各个时期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刘老啊，他投入生态保育这一块。他其实是在他小时候呢，就有很多原野的经验。那这些原野的经验呢，可以去养成他为什么会走进生态保育的这个领域里面。那首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缸子，这个缸子可以容纳2个大人在里面。那听说他们那个在福建省南台他们的家乡的大宅院里面呢，这样子的缸子就可以摆了10几个。那个刘老曾经就说，有一个叔叔常常都喜欢在上面表演那个灵魂尾部。那他们的那个刘家大宅院很大，他们还养了一种宠物，蛮凶猛的。对，刚刚那个前面有说就是那个老虎，他们是养老虎当成他们的宠物。那其实说在他们那个可见出他们是有多么有钱。那因为那个第1次世界大战发生，他们本来是经营茶叶的生意，可是因为第1次大战发生之后呢，那个茶叶无法外销，它整个储存在仓库里面就开始发霉。那发霉之后呢，变成说他们的家境就开始累积了很多的那个债务。那他说当时那个大宅院里面挤满了来讨债的人。好，那所以说这个刘老呢，他说他小时候其实是蛮孤独的，因为他很多的兄弟姐妹都夭折，只剩这位是他的姐姐，这位是他的祖母。那很多姐妹就是很多兄弟姐妹，那再加上他家里变得没有心思在刘老的身上，所以他都把所以他有更多在宅院内跟宅院外的一些自然体验，包括他就曾经说那个下过雨之后啊，那个雨水啊，就是漫过那个草，他说那个草呈现出来那种青翠色。他很喜欢把那个脚放到那个草里面去感受那种清凉的感觉。那这一段呢，是他在9岁那一年呢，他们就举家迁往那个日本。那他在留日的期间，总共有17年的求学生涯。那在这个17年当中啊，他呢，他说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父亲给他的安全感不够啦，或是他觉得那种整个的那种家庭的感觉让他没有很舒服，所以呢他才能说，我从来都不吵架的，因为我都是用拳头。然后再加上呢，可是呢他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他曾经就有讲过，他说一个人脾气坏不是没有原因的，通常都是有可能是自卑或是家里穷，所以他必须用这样子的防卫机转来呈现出他整个的心理状态。那他说，他后来有讲说，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很重要。比如说，他说他虽然他知道他脾气坏，可他其实还算谦。他说他其实脾气坏，但是我很谦虚。所以呢，我知道我虽然爱打架，但是我必须要学得一技之长。所以他在日本时期就利用那个庚子赔款的那个奖学金，就进去了那个东京铁道所去学习。那他也这是他那时候当时的那个制服。他说他穿这一袭制服哈，在外面走动，就是每个人都对他投以非常就是倾泻的那个眼光。那在日本的刘其伟呢，他很喜欢跑到山里面去收集标本。那这一块也是他原野的那种经验，这个也是会养成他日后会投入生态保育的一个那个缘起。那这张是在刘其伟他26岁的时候呢，他后来重返大陆。那他当时是担任那个滇缅那个阶段的那个
火药构筑或者是修筑那个修筑桥梁的一个工程。那他说当时他们要运送火药啊，都是到前方去再把它组装起来，所以常常有很多引信就是可能没有装好。然后因为他说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为了要省油，就放空档，然后让那个车子滑行下去。那有时候因为天雨路滑，根本没办法刹车的时候，也就翻覆，所以很多有时候就直接爆炸。所以他说常常在路边就可以看到尸首，可他们都习以为常，就好像看到一条路边的死狗一样。所以可见他当时在这一段时期，他其实是看到了很多那种生死的这一部分。他在34岁的时候呢，回到台湾。那他在台湾的这个时期呀，他曾经有说他最大的转变是来到台湾之后。那他在台湾的这个时期呢，经历了很多角色，包括呢他在金瓜石担任那个铜矿务局的那个部长。那在那个后来又转任到台糖、彰化西州台糖，然后还有台湾电力公司等等角色。那他当时的公务人员一个月大概是200块钱的老台币，折合新台币大概是120多块。那当时一个人的伙食费听说就要20到30块钱，所以基本上他们当时一家5口，就其实是蛮艰辛的。那再来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所以他升迁又很困难。那所以他在在他39岁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画家叫香红，就说那个香红也是工程师啊，他在附近开画展，就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为什么你是工程师，他也是工程师，人家可以当画家，而且就是可以赚蛮多钱的，你为什么不画画？那他去现场一看，他发现哇塞，那个整个画展里面那个红条子满场飞。那通常画上面如果贴个红条子，代表这幅画就是卖出去了，所以他就觉得哇，原来画画可以赚这么多钱，那我当然就要画咯。那这一幅画是榻榻米上的小儿子，他是在那个金瓜石的那个阶段把它画出来的。他说，因为画画，他忘记人生很多的痛苦。他也由衷赞美大自然对他的恩赐跟伟大。那这张是在民国就是民国54年，刘老54岁的时候，他借由，因为他那时候在台湾还是生活非常的困难，包括他看着他父亲身上，破洞的汗衫，然后远远看就好像是一张蜘蛛网披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人家来收电费呢，他可以上上下下翻一翻，找不出那个钱来缴交，所以他就决定说，他势必得做一点改变。那刚好当时那个越战发生，要招募，要签3年的约，然后要到越南那边去做一些工程，电力工程的部分。那他就决定瞒着家人偷偷的去报名，而且呢，可是那个报名是说你势必得把你原来的工作给辞掉，所以他当时就把他公务人员的那个身份给辞掉。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很紧张，因为美国那一边一直迟迟没有下文，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录取，所以他就是还蛮紧张的这段。所以他说，后来他知道被录取之后，他说哇塞，我简直就是从生死的关头当中找到了那个出路。所以可见，在这个越战时期，他可以被录取，反而是他觉得是他的生死对他是一个救赎这样子。所以他说，这场大苦难对我这个小人物来说，万万想不到这一场战争却是扭转了我对贫穷的命运。所以他说，这场越战对他而言，他简直就是一个赢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美金兑换台币是42块抵1块，就是1块钱的美金换42块钱的台币。那他当时他去那边可以1个月可以拿到850元的美金，所以他就可以有很多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包括他可以买很多很多的那个画具、颜料，他可以尽情的作画。那他甚至可以画到就是当时痔疮蛮严重的，他还是可以趴着作画。那他当时在越南的这大批画作啊，让他回来得到了那时候当时文艺界里面蛮高的荣誉，叫第4届的中山文艺创作奖。他当时在越南就是常常因为他说他是东方人嘛，那越南其实是很讨厌
美国的，就是怕说北韩那边，所以他常常出去外面作画，去那种三不管区域作画的时候，就是他们说那个贫民窟，他常常要在他的手臂上面，就是现在最流行那个戴德克巴莱不是太阳旗吗？他说他常常就在他的那个手臂上面别一个太阳旗，让人家以为他是日本人。然后因为他本身日语就说得很厉害嘛，所以他就乔装成日本人。那大概越南那边的人就比较不敢，就是不会说你是美国那边派来的，就会对他有生命的危险。不过他每次作画回来，就是据说就是会被那些华侨人骂，你又乱跑了，你又跑到那种三不管的区域去，真的是不想活的这样子。可是他就是蛮乐此不疲的，他收集很多那时候朝鲜那边的资料。那这一张是他从越南回来，57年，57岁的时候，他当时呢，又有另外一些身份产生了。他之前很喜欢读那个法布尔的昆虫记嘛，就是很喜欢读那个日本版的。那这些以前的那种重要的生命经验哈，反而让他开始很喜欢写散文、写作。所以说他这个作家的身份是他很喜欢，而且他觉得说，虽然我画一张就可以得到很多钱，但是我宁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慢慢爬，然后才可以把我更多的想法借由文字传播出去。所以那个当时那个《新观念》杂志那个创作总编巴西人郭成峰先生，他都说他希望可以透过文字传播的力量，让更多人来了解保育的重要。那在那个刘老晚年的时候，他本来帮《新观念》杂志有写了很多有关保育的文章。那他后来就有跟当时那个总编王宏佑先生，就有跟他说，我希望可以先暂停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要去做。他当时正在弄的是那个艺术人类学的那个书籍的那个善写，所以呢，他当时的心态就是有那种感觉很焦急，会觉得好像年纪很大了，会很怕时间来不及，他很想利用有生之年赶快把事情给完成。那他还蛮搞笑的，他每次都会说，他花了很多钱买这些书回来，进行翻译啊。可是我只要几个配局就可以把我花书的那个成本给赚回来了。他每次都会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很爱钱，而且这就是他幽默的地方。那这一部分，这个是他的手稿，他为那个荒野保护协会做的手稿，那这些都是他我在那个刘其伟专区有很多他捐赠出来的书，上面有很多他画的那些眉批，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那个资讯大楼地下室刘其伟专区，在科博馆那边有很多他的藏书。那他在民国他70几岁的时候呢，到中原大学担任十几年的那个讲师，然后还有到东海大学也兼任了大概10几年的那个教授有关艺术方面、工程方面。那他在中原大学是在担任工程方面的教授，所以他有讲说他在中原大学担任教授的这段期间他觉得教的东西是很专业的，因为工程的东西其实很难去表述出来。那他这样在这种专业领域上面呢，他被当时那个民生报有对全国10几所那个大专院校有做一个那个票选活动。那当时刘其伟就被票选为当今校园的热门教授。那他们说那时候可以票选为热门教授有几个因素，就是他们教学要很多样性，而且呢他有独特的个人魅力。那这2点都是刘其伟他当之无愧。那他曾经有说，教书是我对这个社会所尽的一份责任。那他说，其实天才不是只有基因而已，他还必须要有决心、专心、认真跟勤快。然后他常常都跟他学生说，哇，你真是了不起呀！他就常常会很赞美学生。然后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他画第一幅画给那个教授，赵教授看的时候呢，那个教授第一句话也跟他说，哇塞，你真是天才啊！他的第一幅绘画作品就是被人家这样的称赞，所以他也相同用这样的方式去称赞他的学生，这是也是他自己很了不起的地方。那他在当时那个现在大专院校都会用教师评鉴嘛，那他当时就已经开先例，就是自己用
平静的方式去让学生写出对他的好评，所以他根本就是他觉得这样子我才可以去砥砺我自己，督促我自己。那下面这3张图呢，这个是他人生3部曲，这张是他写作为金钱而战，然后这张是中年时期呢，他觉得他是像小丑一样去让身边的人感到开心。然后最后这张图呢，是他以一个教授的身份呢，去讲解有关人生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去传授这一部分。那他在60几岁的时候呢，是到屏东排湾族，还有台东兰屿族去兰屿的那个达悟族进行很多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调查。那在70、80岁的时候呢，他开始到东非、到大洋洲、到婆罗洲去进行一些那个人类学的调查。那这张图呢，是在那个大洋洲，他跟那个酋长，他跟巫师，这位是巫师对谈的一个照片。那他曾经说，如果我死了哈，就地掩埋，不用把遗体运回来。那当时跟他一起出发的是他的2儿子刘明生。那我在访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就是现在那个荒野保护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是徐仁修先生。他曾经说，他那时候也有跟刘老报名，就说他也想要跟着一起去。那刘老还婉拒他了，因为他说其实到这个大洋洲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一块啊，其实有很多疾病啊、疟疾啊什么的。他说其实这很危险的，曾经有人去的就是失踪没有再回来，所以他说这一趟旅程其实是很危险。他宁可带着自己的亲人，然后因为亲人你很容易可以自己决定说他可以怎么处理嘛。那他说如果说带了其他的人的话，他说其实压力就是其实会对他们也比较不好意思，所以他这一批的重要他人就是带了2儿子刘明生一起过去。那他在这个人类学这个经历里面哦，他看到了原始部落的危机，就是一些他说他那时候在塞夏族调查那个塞夏族的那个矮人祭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想烧一锅饭都不行，因为发淋啊，然后气候改变啊，水源非常的缺乏。那所以说他才觉得说，哇，我去调查人类学这一块，竟然发现了那种栖地整个的改变，所以促使他会走入生态保育是这个机缘。好，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使马斯更光鲜，因此巫师每天都必须花大半时间，用圣水细心地为受训的青年梳洗头发，然后将头发卷成小圈，把它剪下来，再贴在一个硬质的模头上，成为一顶假发。在狐狸族的社会里，假发是尊贵的象征。这个是他82岁的时候。去拜访那个咕咕族的那个影片。巫师在会所中教导学员封建的制造技术、草药、医疗知识、咒语、巫术以及各种婚丧的仪礼。是狐狸族在舞蹈中唯一使用的乐器。这种长约1公尺的手鼓，鼓皮是用蜥蜴皮或蛇皮做成的。根据族人的说法，做好的鼓必须在女人的腿上割取鲜血涂在鼓上，表示赋予生命。族人们深信，这样做成的鼓才能发出具有灵气的声音，并且把敌人的勇气吓跑。
在部落中，巫师的智慧一定比别人高。他不但对植物有广泛的知识，并且会念咒语医治病人。巫师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头目，同时也是在部落中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人。巫师带着我们去看他们家族的墓园。在狐狸族的村落上，我们看不到豪华的建筑物或是精灵屋，但是他们对于祖先的墓葬却是非常的隆重。头部的墓园大的占地可以达到数百平，而一般富有的人家也有100平左右。遗体放在尸架上，经过半年的风化而成为白骨。然后再举行15葬。